情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说我要辞职，但是大家知道吗？那个时候的我自卑到我连辞职都不敢提。我跟我领导辞职都不敢提，最终是我的老公实在受不了，他每天一推开门，我就在沙发上哭。他你哭啥？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很难受。然后他给我的领导打电话说，刘慧要焦虑死了，刘慧要抑郁了，他要辞职。那是一个已经是成年的我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如果说你是我的领导，正好这个员工不到3个月，她的老公跟你说他要辞职，你会怎么处理？你会怎么处理？你看起来像领导。谢谢，我不是领导啊，但是这样问到我了，我就说一下我的想法。那首先是知道这个情况，肯定是首先要担心这个家属自己这个同事，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了解清楚下属的这个心理状况以及工作困难。那先把这个风险解决了，员工不要出问题，其次再考虑这个去留的问题。这首先要把风险给解决了。特别好，你未来一定是一个很有领导力，并且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你的领导，因为你自己拥有一种能力，叫做为他人考虑的、为他人关心的能力。而我当时其实我也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我的领导，当时他没有说好吧，反正你也没有过试用期，那辞职吧，你就走吧。他说的是，其实慧慧，你的文字是会说话的，只是你的心出了问题。心出了什么问题呢？当时他就带我走进了性格色彩的课堂，那是一个实用心理学的课程。我也想，当时我其实也不太想去，因为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学习，除了深圳读书会。然后他就说去，那又作为领导，我想不好拒绝，那就去吧。可是，在那个课堂上，我才知道什么叫心出了问题。我的心出的问题是，有谁有这几个字？远恒有，还有其他人有吗？也有，还有你也有，哦，也有。看来咱们都得了同一种病啊！我当时就得了这种在意他人看法的病，我极其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我发现其实不是我的写作能力出了问题，而是在华侨城我们那个部门，其他的同事基本上都是985、211、海归研究生，而我只是一个普通2本院校毕业的学生而已。所以我会对比，我觉得别人特别优秀，我自己一无是处。每一次在工作室的时候，我就会看别人的文章，哎呀，这个人的词语可以怎么用得这么好，我就写不出来这样的词语。我会觉得别人都写得特别好，我自己写的像真的是一无是处，于是我才想要辞职。而为什么在意他人看法？你有问过自己为什么在意他人看法吗？完美主义。完美主义，为什么要完美主义？想要做的。自我要求高，为什么要自我要求高？自我要求高对你意味着什么？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想要获得别人，谁说自卑？哦，特别好，为什么会自卑？不自信，不自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自信的？与他人比较之中，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的？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是我觉得我的父母就是从小到大就没有给过我正面的机会，因为我是广东家庭，然后我的父母就是不会去正面的表达说啊你很棒啊，你很优秀什么的。因为我一直以来我学习也还不错，但是他们也没有说就是正面的支持或者是表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我需要通过别人的支持或认可来认可我自己。很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芊芊。芊芊，你是一个自我觉知能力非常强的人，这是你的优势，你要用好。因为我从来没有去问过我自己，我会发现好像我会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就是在意他人看法，他人认可最重要。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我自己为什么会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而我在那个课堂就像芊芊一样去抽丝剥茧，不断的去用教的方法问自己为什么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呢？为什么？最终我问到了自己，其实就像有些人是跟原生家庭，而我跟我的学习的环境有关。
有人因为穷自卑过吗？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有一位，哇，大家都挺有钱的，哎，有2位，慢慢找到同类了。我挖到我自己为什么会在意他人看法，为什么会自卑，是因为我家里很穷。那个时候我读高中，去县城里边读高中，然后我身边的同学都是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只有我自己是在农村长大的，但是我又必须天天跟他们在一起。那个时候呢，我的同学就是十几岁，然后会去理发店，他们去做个直发啦，然后去做一个卷发啦，特别的漂亮。而我家里绝对是供不起我的，所以我的头发我需要去到菜市场去卖给那些收头发的商贩，然后他就用剪刀把我的头发从里边最这里边的把最好的那一部分然后抽掉剪掉拿去卖钱，然后给我钱，我再去贴补家用。所以当时当我剪完了之后，我不太去敢照镜子，甚至不敢面对自己。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世界上最丑的丑小鸭，因为只有上面有几根头发，下面是没有的。所以当我走进教室的那一刻，我内心的想法是不要看见我，不要看见我，不要看见我。我觉得溜过去就好了。可是当我一步往前走到讲台，我想溜过去的时候，你发现溜不过去。所有人说：“天哪，刘慧怎么剪了一个这么丑的发型？你怎么像个鸡毛狮王一样？怎么会去剪这么丑的发型呢？”然后现场不像大家给到我这么友善的目光，而是所有的都是嘲笑。也许只是同学之间无意的对你一句话的一个表达而已，可是在我的内心种下了一颗自卑的种子。自卑种子是在于不敢展现。我觉得不敢展现是因为展现不意味着被认可、被鼓励、被支持，展现自己意味着被嘲笑、被不被喜欢。所以我会给自己到那个时候的状态是，我宁愿把自己憋死了，不敢提辞职，我宁愿去跟别人对比，觉得别人非常好，我都不愿去展露自己一点点的写作的不自信感。所以这种困扰了我很久，可是我曾经是没有看到的。而当我找到这一点的时候，有多少人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哇！所以大家都是未来的心理咨询师，因为你有非常感同身受，包括我都看到你有一点泪目了，有什么样的故事触动到你，我期待在后面你的分享。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发现，在心理学有一个词叫做看见即疗愈。所以当我找到了我为什么自卑，我为什么非常在意别人看法之后，我放下了这一点，而是原来不是我的能力有问题，是我的心出了问题。所以心力的管理从那一刻开始了。然后老师就问我，他说：“刘慧，你要继续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呢，还是你要修炼你自己性格当中没有的东西？”我在想，我性格当中没有什么呢？我性格当中没有目标感，因为我永远都活在别人的目光当中。别人觉得你不好了，你就不行动了。当你永远为别人的眼光而活的时候，你是做不成事情的。所以当时我说我要修炼目标感。我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在意旁边人怎么看我。老师就问你是否一定要？我是否一定要呢？如果是你，你是否一定要？如果是你，你是否一定要？我就在内心不断的问自己，我后面跟自己说，是的，我一定要。也就是在那个课堂上，我说我自己一定要拿结果，一定要修炼目标感。而去走出别人对我看法的这种新的问题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开启了日更写作100天。所以这是我第一篇，2017年6月26号，然后再到100天。那个时候每一天，不管有时候可能就是早上跟清洁阿姨每一次都是同时出现在办公室的，因为你要在上班之前把所有的文章写完，然后到高原上去旅行的时候，高反你也要写，然后在医院打点滴的时候也要写。大家会发现是不是有点傻？为什么要写？有为什么要写吗？会不会想要说觉得没有意义？我当时其实有自我怀疑的，我想写这100天有啥用呢？可是我发现
这100天锻炼我的是：一，我把这所有的文章发给我的领导，因为我非常在意他对我的看法。而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获得是他更多的认可和鼓励，我发现我变得更自信了。第二是我发给我当时在一起学习的同学，同频共修的过程当中，我发现通过写作其实锻炼的是你底层的你的逻辑能力，第二你的感受能力，第三你的故事表达能力。所以当我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在2018年他给到了我结果。第一张照片，我那个时候在深圳读书会做主持人，可是每一次也是就是30人场啦、50人场了，而这一场是一个作家叫沈肯尼，他在海岸城做的一场新书发布会，当时有1000多人，所以当时我就成为了那一场新书发布会的主持人，再后来又成为深圳读书会周年庆的主持人，成为了深圳读书会的金牌主持人。这是我发现，我原来可以从文案慢慢变成了一个主持人的角色。然后第二张照片，大家有看到是有多少人知道樊登读书会的？樊登读书会也很多人知道。当时我在2018年去参加樊登读书会，我是讲述人比赛，然后获得了那一场的深圳总冠军。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我的写作，我的故事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当时有一个评委，现场3个评委都听哭了。然后有一个评委他说：“我已经不能给出更高的分数了，我听你的分享，听你的讲述，我起鸡皮疙瘩。”所以我发现，其实写作力它代表着一种表达力。然后第三是培训师，在那年我参加了我是好讲师大赛。在此之前，其实我是没有任何的上台的经历，我没有表达的这个机会，所以更没有培训的经验了。而这是一个被称为培训圈奥斯卡的比赛。然后当时呢，我以为我自己就在前几百个人就是被淘汰掉的那种状态，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本来保着那种就是争100，然后保100，然后争50，可是在那一场就是我在300多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全国的10强。这个时候其实需要一点点的鼓励。因为对于我而言，一个文案其实能够成为主持人、成为讲述人、成为培训师，对我自己是有一个蛮大挑战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培训的经验、主持的经验以及演讲的经验。可是写作其实代表着你拥有一种跨界的能力，它是可以迁移到你的其他地方的。所以当你把心管理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会带给你非常多复利的价值。而我当时想说，如果说我没有去修炼自己的目标感，我一直活在别人的认可当中，一直在意别人怎么想，我是不可能拿结果的。所以当时对于管理心力的一句话，也是我自己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管理心力的一句话，叫做：真正的勇敢不是不怕，而是心生恐惧，依然前行。你说我现在不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吗？我依然在意，可是我学